我做了一個自動記賬工具，只要拍照發送，它就會自動給我記賬成功。但這個東西並不是我想做的，而是被逼的。最近啊，我每天早上醒來都會做一件事，查油價。美國空襲伊朗的那一天，我開着油車走在悉尼的馬路上，心裡哭的就像一個伊朗間諜。從那一天起，91號汽油從1.5塊漲到了2.6塊，漲幅超過73%。從那時起，我就意識到，如果我再不記賬、開源節流，我可能真的只能騎袋鼠出门了。我曾經很多次嘗試記賬和寫日記，可是只能持續1-2天，原因都是因為懶。所以呢，為了能持續記賬，我們就得讓它簡單起來。我問 ChatGPT 有什麼自動化的記賬方案嗎？它給我列舉出了一大堆，我挨個看，很多都是要收費的，而且呢不便宜。像這個1個月要75澳幣，都夠我加1箱油了。我心想，不如自己手搓吧。我記賬就是為了省錢，結果還得花錢來記賬，真的是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。我看到有人用 iPhone 的快捷指令加 AI 來拍照記賬，就問他怎麼搞。我照着開始做，說實話，這個快捷指令可是一點也不快捷，我花了得有1個小時才搞完。話說這拍的都是啥呀？完全都猝不及防，他根本就沒給我取景框，所以說拍到啥完全靠運氣。這套方案體驗太差了，果斷放棄。我忽然想起來我有 Claude 的會員，於是我就問了問他想了很久很久，最終給了我一個詳細的方案。簡單來說，這個方案有3層。首先呢，拍照把小票發給 Telegram 的機器人，然後呢，機器人會把它交給 AI 來進行識別，最後呢，識別到的內容會自動的寫入 Google 表格。這個方案看起來很好，但它有2個足以讓我傾家蕩產的問題。第一個，它需要一個服務器，雲服務器或者 Mac mini。No， 花錢是不可能花錢的。於是我問他，一定需要一個服務器嗎？他告訴我，用 Google 的 AppScript 功能就不用花錢。OK。第二個問題，調用 Claude 識別小票消耗 token 是要花錢的，但他告訴我，調用隔壁家的 Gemini 是有免費額度的。OK。於是乎呢，這套記賬方案就被我跑成了0成本。方案定了，我們就開整吧。在開始之前呢，我們需要先獲得3串鑰匙。首先呢，到 Telegram 創建一個機器人，這個機器人今後就要給我打下手了。他會把小票發給 AI， 並且給我反饋記賬是不是成功了。機器人創建完了之後呢，我們就會獲得1串碼，留着備用。然後呢，到 Google 拿一個 Gemini API Key， 有了它，代碼才知道調用誰的 Gemini 來識別那張小票。最後呢，打開 Google 表格，把地址欄中間這一串亂碼拷貝下來，它會告訴代碼把賬記到哪一張表格裡。一切準備就緒，開始貼代碼。Google 表格裡邊有一個功能叫 AppScript， 它相當於是一個內置在表格裡邊的服務器，它是我們這套方案的中樞神經。我們把代碼貼進去，然後呢，把之前保存的3串鑰匙替換掉，發布一下就 OK 了，一切 so easy。接下來的時間呢，我願稱之為人類給 AI 擦屁股的时間。用 AI 幫你做事情，你永遠不知道它會出什麼樣的錯，關鍵是 AI 自己也不知道，所以人類的角色就相當於隨時提醒 AI 你拉褲子裡了，那麼 AI 呢就會根據你的反饋修正自己的問題。這裡呢，我得提一下我遇到的解答問題。沒有反應。第一個是上傳完小票之後，工具沒有任何反應，居然是沒有反应。后來發現是 AI 給我用的 Gemini 的模型版本有問題，模型不能工作，
替換一下就解決了。第二個是 Telegram， 它會不厭其煩的給我發消息，但就是什麼都沒有處理。Claude 給我改了改代碼，也解決了。最後呢，就是處理完一張小票，工具就罷工了，再發小票，它沒有任何回應。這個最棘手，Claude 給我改了10版代碼都沒有解決。它識別一張是可以成功的，但是第二張就不行了。它的消息隊列可能有什麼問題，我再問一下 Claude。最後呢，他都不耐煩了，跟我說咱也別改了，直接換方案吧。根據 Claude 的解釋，原因如下。Google App Store 作為 Telegram Webhook 的接收端本身就不穩定，這是它的已知限制，不是我們代碼的問題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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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給我的方案就是用輪詢替代 Webhook。說人話就是原先是 Telegram 每次收到我的小票就發消息給 AppScript 說你來取吧。現在呢改成 AppScript 像一個快遞員一樣，每分鐘去找 Telegram 看看我的小票有沒有發過來。說實話，這確實解決了這個工具只能處理一張小票的問題，但同時呢，它又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。因為呢 AppScript 這個快遞員每1分鐘來取貨一次，所以呢，我每次發完照片都得等1秒鐘到59秒鐘不等，他才會搭理我。现在能看到這裡已經有今天4月4號的這筆記錄了。好的是，我可以接受它的慢條斯理。眼下呢，這個工具對於我來說完全夠用了。所以呢，生活在悉尼的朋友，如果你下次去逛商場，看到有一個中年男子對着小票拍照，然後呢，舉起手機慢慢等待，那個男子很可能就是我。